朋友你好，我是高维认知。今晚我想和你聊一个特别扎心但又特别重要的话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一天也没干什么重体力活，也没处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就是觉得累。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酸痛，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像是手机电池明明没怎么用，电量却莫名其妙地掉到了20%。回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连洗澡都需要做半小时的心理建设，脑子里像塞了一团乱麻，想理理不清，想丢丢不掉。如果有，那么请你今晚把手头的事放一放，静下心来听我说。因为这可能不是你身体出了问题，而是你的能量系统漏油了。而导致漏油的罪魁祸首，往往不是那些你以为的大风大浪，而是那些你根本没放在心上的小事。01毁掉你一天的，往往是一杯洒了的咖啡。先给你讲个故事吧，是我一个读者的亲身经历，暂且叫他大伟。大伟是个很努力的年轻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那天早上，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因为上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晋升述职会。他穿上了熨得笔挺的衬衫，对着镜子练习了好几遍开场白，信心满满的出门了。结果在地铁口买咖啡的时候，因为人多拥挤，旁边一个低头看手机的女生不小心撞了他一下，半杯热咖啡结结实实地泼在了他的白衬衫上。那一瞬间，大伟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女生虽然连声道歉，还提出要赔偿洗衣费，但大伟就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他当众指责了那个女生好几句：你走路不长眼吗？你知道我今天有多重要的会吗？赔？你赔得起我的前途吗？两人在地铁口拉扯了10来分钟，最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伟才愤愤不平地离开。因为这一耽搁，他错过了原本那趟地铁。等他气喘吁吁赶到公司时，距离会议开始只剩5分钟了。他冲进洗手间，看着镜子里胸口那一大滩褐色的污渍，越看越气，越想越委屈。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那个女的真是个扫把星。完了，今天的述职肯定要黄。带着这种满腔的怒火和焦虑，他走进了会议室。结果可想而知，原本烂熟于心的 PPT 讲得磕磕巴巴，面对领导的提问，他脑子里全是刚才吵架的画面，反应慢了半拍，回答的逻辑混乱。最后他眼睁睁看着那个平时不如他的同事，凭借从容的表现拿下了那个主管的位置。晚上，大伟找我喝酒，醉醺醺的哭诉：哥，你说我命怎么这么苦？就因为一杯咖啡，我3年的努力全废了。我看着他，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很残忍的话：大伟，毁掉你的不是那杯咖啡，而是你自己。你想想看，衬衫脏了，大不了脱了外套遮一下，或者借同事一件衣服，甚至哪怕穿着脏衣服自信的演讲，领导说不定还会觉得你轻伤不下火线。真正让你崩溃的是你在这个小事上消耗了太多的情绪能量。你在地铁口吵的那10分钟，把你为了述职积攒的精气神全部泄光了。你把原本应该用来应对挑战的能量，全部用来对抗倒霉这个既定事实了。这就是典型的因小失大。我们生活中有多少人活成了大伟？出门被堵车气得半死，导致一整天工作效率低下。因为对象一句无心的话，冷战3天，错过了原本计划好的学习时间。因为菜市场小贩少找了2块钱，在那争执半小时，回家后还意难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就像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它不会要你的命，但它会让你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最终让你寸步难行，彻底放弃去攀登那座原本属于你的高山。02你的能量比你的时间更值钱。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其实不对，人生最大的成本是能量。
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每天都有24小时，但能量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天能高效处理10件复杂任务，还能神采奕奕地去健身、去社交；有的人一天只干了1件琐事，就累得像条死狗。区别就在于能量的使用效率。我把你的人生比作一部手机，你的智商、学历、技能是这部手机的硬件配置，芯片、屏幕、摄像头，而你的能量就是电池里的电量。你哪怕配置在顶级的 iPhone 15 Pro Max， 如果电量只有 1%， 它也就是块昂贵的板砖。这时候哪怕来一个哪怕再小的任务，比如打开一个 App， 都可能导致它直接关机。而那些爱在小事上纠缠的人，就是典型的后台程序过多，他们的脑子里永远运行着无数个耗电的后台进程。刚才那个人眼神是不是看不起我？敏感进程。如果明天汇报搞砸了怎么办？焦虑进程。上次那件事我当时发挥没好，真该死。悔恨进程。凭什么他运气比我好？嫉妒进程。这些进程每一个都在悄悄偷走你的电量。你在小事上每多纠缠1分钟，你的能量槽就多漏1格油。等你真正面对那些能改变命运的大事，比如考研、创业、晋升、搞副业的时候，你惊讶地发现你没电了。你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知道该努力，知道该读书，知道该去社交，但你的身体和大脑在尖叫，放过我吧，我真的动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道理都懂，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你懒，也不是你笨，是你把能量都挥霍在破事上了。03，真正的高手都有屏蔽力。那么怎么才能跳出这个死循环呢？我观察了身边很多真正厉害的人，那些白手起家的老板，学术界的大牛，或者是活得通透的前辈，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极强的钝感力和屏蔽力。他们对小事有一种近乎冷漠的迟钝。我曾跟着一位身家过亿的老板出差，在机场，因为航班延误，我们在贵宾厅等了4个小时，旁边的乘客都在抱怨骂地勤，在那焦躁地走来走去。只有这位老板安安静静地拿出 Kindle 看了4个小时的书。中间服务员不小心把水洒在他鞋上，他连头都没抬，只是摆摆手说没事，继续看书。后来我问他，您不生气吗？这航空公司太不靠谱了。他摘下眼镜笑了笑说，生气能让飞机早点起飞吗？不能。既然不能，我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的心情？这4个小时，如果我用来生气，那就是纯亏损。但我用来读完了这本我想看很久的书，那这就变成了我的盈利时间。年轻人，记住一句话，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句话听得我振聋发聩。如果你是一只雄狮，你的目标是捕猎羚羊，你会因为路边一只苍蝇嗡嗡叫就停下来跟它搏斗吗？如果你是一个要横渡大洋的船长，你会因为甲板上有一块污渍就调转船头回去清洗吗？那些成大事者都有一个上帝视角，他们站在80层楼往下看，看到的是城市的格局，是远方的地平线。而那些在小事上耗死自己的人，是站在1楼往外看，看到的满地都是垃圾，是鸡毛蒜皮，是别人的白眼。当你觉得周围全是破事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站得太低了，你把太多的关注点放在了眼前的1亩3分地。所以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你心里掀起惊涛骇浪。04，哪怕被误解，也不要费力去解释。除了破事，还有一种极其消耗能量的东西，叫做证明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别人误会了你，你急得不行，拼命解释，甚至写小作文去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只为了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
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个杠精评论，你气不过，非要跟他辩论300回合，查资料，摆事实，最后虽然赢了口舌，但一整天都心神不宁。朋友，这也是在漏油啊！我以前也是个特别爱解释的人，只要听到一点反对的声音，我就炸毛，非要争个对错。后来我读到一句话，那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之一：如果你是对的，你没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你没资格发脾气。更重要的是，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争不辩。曾国藩当年率军打仗，被当时很多文人骂他是屠夫，骂他伪君子。如果曾国藩每天都去跟这些文人打笔仗，去解释我是为了社稷，我是为了百姓，那他哪还有精力去治军，去理政？他对这些谩骂从来都是置若罔闻，只顾埋头做自己的事。最后历史给了他公允的评价。你要明白，能量是用来做事的，不是用来说事的。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了也没用。拼命想向别人证明自己过得好，往往是因为你过得还不够好。拼命想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往往是因为你内心还不够笃定。当你把那个想解释、想证明的念头掐断时，你会发现你突然省下了巨量的能量。那种感觉就像是卸下了背上的一块大石头，你不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再活在别人的眼里，你只活在自己的节奏里。这种不在乎才是最高级的能量保护色。05，允许一切发生，专注自己想做的事。从今天起，我希望你学会一种心态，叫星号星号，允许星号星号。允许今天出门遇到红灯，允许同事在背后议论你2句，允许买的饭不合口味，允许有人不喜欢你，甚至误解你。告诉自己，这些都是由于概率发生的随机事件，他们不针对我，也不定义我。当这些破事发生时，做一个物理隔离的手势，就像在脑子里按下一个垃圾桶的删除键，告诉自己，这点破事不配占用我的能量，然后把省下来的这股劲儿全部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你真正想做的那件事上去。你想考证，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把专业书翻烂；你想搞钱，就没日没夜地研究产品，研究流量，别管别人说你俗；你想减肥，就专注在每一顿饭、每一次运动上，别在意体重称上1、2斤的浮动。能量是守恒的，当你不再在小事上纠结时，你会发现你突然多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你的头脑会变清晰，你的行动力会变强，你的眼神会变坚定。你会发现，曾经那些觉得比登天还难的大事，好像也没那么难了。人生就是一场能量的博弈，生命太短了，短到来不及抱怨，短到来不及计较。你的能量太贵了，贵到应该只为你的梦想买单，而不是为你的情绪买单。当你不再在小事上耗死自己，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争取那些真的能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东西。与君共勉。